咦，打开冰箱怎么闻起来臭臭的？一堆瓶瓶罐罐，满满的红白塑胶袋。哎，这些调味料便当是放了多久啊？食物放进冰箱后，并非就不会坏掉。冰箱整理到底该怎么做呢？今天就是要教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整理外食族的冰箱，让后续也能轻松维持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本节目感谢新纳企业日本双山赞助播出。这个家4代同堂，平时又以外食为主，食物没吃完就直接塞在冰箱，放不下吃不完就怕浪费食物。华家今天特别请到整理收纳顾问小婉 Paisley 来帮我们检视这个双门冰箱有哪些问题吧。我是小婉 Paisley， 那今天很高兴来到屋主家，可以帮他整理收纳这个冰箱的部分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，然后联系到我。请问 Paisley， 这个冰箱看起来也没有放很满，但东西总是放到过期或找不到东西，你觉得它主要的问题有哪些呢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就是冷冻柜的部分。目前看到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它有一些红白袋子，然后不是透明的。第一个是我们会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什么，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屋主聊过，就是家里还是会有一些中药食材，那可能是长辈留下来的，一般的概念可能放在就是冷冻柜里面会保存比较久一点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就是保鲜盒、收纳盒来做这些问题的处理。这个冰箱呢没有明确的分类，比如说生的、熟的会混在一起，然后想要马上吃掉的跟放很久的，像这种酱料类的东西也没有太明确的分类。所以目前看到的问题就会是说，我可能每次要找东西就是凭着感觉，然后每个家人放一下，然后后面会越堆积到越后面的东西可能会看不到这样子，所以这也会需要一些收纳盒的部分来解决这个深度看不到的问题。到门片的部分呢，这边也很特别，就是会有底片跟药品的部分，它比较不偏向食材。那我们可以就是透过盒子一样把它集中，然后就是密封起来，不要有湿气湿度的问题。那药品的部分呢，它不是属于食物嘛，如果有医生特别交代需要冰箱才需要冰进去。那比如说药水的部分，它可能有糖浆，不太适合冰在冰箱，因为它会沉淀。这个家比较属于就是外食族，所以蔬果类的品项类别也非常非常的多。用这种摆放方式呢，一方面是会看不清楚每一包蔬果里面的水果是什么，然后会造成挤压，因为那个量也是蛮多的，没有透过就是分隔的话，它会有就是挤压的部分，那可能也会造成就是食物就是比较快就是腐烂这样子。难怪冰箱打开会有点味道啊。听完了 Paisley 的剖析，我们就马上开始整理冰箱吧。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下架、分类和清洁冰箱。像这些过期的瓶罐就直接丢了吧。下架时把干货、蔬果、瓶罐、熟食等稍微简单分区，接着把冰箱擦拭干净。整理完后，将事先依照冰箱内部尺寸挑选的收纳盒物品们先试摆进去冰箱看看。接着，我们要来请 Paisley 介绍冰箱好用收纳物品以及使用方法。那我们今天选用的收纳品呢，是日本双山的收纳盒。我会这么推荐它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的材质都很耐用，然后它的厨房相关的收纳品也非常多元，可以供大家选择。我们先看到就是这个是蛋盒，它里面有18个放蛋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呢是把它利用成一般的收纳盒，那它的底盘是可以拿取起来的，所以可以做多方的运用。那像我刚刚呢，就是放置了有限时的食品，比如说豆干啊、豆腐等等，就会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当做抽屉使用。那我们今天也有选用一高一矮的储物罐，那高的部分呢也可以收纳一些干货或是中药材。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呢是运用这个矮的储物罐来收纳相机的底片，有防潮的效果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是可叠式的生鲜蔬果保鲜盒，那它很特别，它有附盖子，所以呢如果有需求的话是可以盖起来堆叠的。那它为什么下面呢会附有点像网子的部分呢？是因为有部分可以隔绝湿气，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是有透气的。我们今天是拿来把它当做就是放水果的篮子。接下来呢，这次有选用直立式的密封保鲜袋。我们这次有做2个用途，一个是分装这个食品，再来是我们统一换看不见的袋子。我们还有另外选用2个透明的收纳盒，一个是瓶罐收纳，那另外一个是饮料收纳。为什么
会这个是瓶罐收纳，是因为它的宽度比较窄一点。然后这个呢，因为它前面比较低，那一般我们可以就是铝罐的部分可以用横倒的，然后来拿取。今天我们在冷冻库的地方呢，把它摆放在高处的地方，是因为它前面是低的，所以我们在取用的部分这样子拿是比较顺手的。咦？听说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冰箱收纳法宝超好用，而且 Paisley 家里也有类似的，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？我私心推荐的这个转盘收纳，那这个收纳呢，因为它是有一个高度的，它主要是放瓶罐类的物品，它里面还有附隔板，所以我们在旋转的时候不会倾倒。通常呢，我用在冰箱里面呢，会是因为我们家也是外食族，所以呢酱料类的东西很多，在这个转盘收纳之内呢，它可以就是解决深度的问题，然后我们透过旋转来找寻就是要的瓶罐。另外推荐大家就是平常收集的纸袋呢，也可以运用在冰箱内部。那因为纸袋它有一个调节湿度的效果，而且脏了就可以直接替换掉，所以纸袋也是个非常好收纳的用品哦。光看食材物品依序放进收纳盒内，就觉得好疗愈哦。接着，请 Paisley 把它们入库，再教我们一些冰箱收纳的小撇步吧。那我们冰箱收纳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先看看冷冻库的部分。其实呢，这个冷冻库非常单纯，我们就是分上层是熟食，然后下层是生食。那因为这个屋主呢，他们家每天都需要食用淀粉类的东西，馒头啊、面包等等，所以我们就是使用了收纳盒来解决它后面深度的问题。然后整个拿下来也可以在里面寻找不同的口味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部分，像生食的肉类啊，我们也将就是红白的袋子换成这种透明的夹链袋，那会比较好，就是透视里面的食物。那像这种汤圆也是开封过的，它没办法再密封了，我们也是换成这种夹链袋、密封袋。下层的部分都是需要煮。那像这种乌龙面呢，因为它一开封也是8到10片，那通常我们一次一个人份大概就是1到2片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夹链袋的部分来做分装。冷冻库真的差好多哦，现在看起来整齐又好拿取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冷藏区的部分，主要呢会分为4大区。第一区就是这个即食区，那再来就是有限食，就是马上要煮掉的或是有期限的食物。再来呢，这边是蔬果区，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门片的地方。那在这个即食区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利用伸缩的层架来放一些剩菜剩饭，或者是切好的蔬果，这样在拿取的时候就不会彼此干扰。然后也可以利用收纳盒的部分来装一些比较零碎零小的食物。再来呢是像乳制品的部分啊，因为它不太适合放在门片，因为会有温度差，所以建议大家都还是放在冰箱的内部。像是没吃完的便当，还有豆花，我们也会放在这个即食区，要马上吃完的这个层。分区收纳调整后，不止看起来疗愈，生熟食分开也卫生许多。这一层主要呢会是留一个区域预留肉品它想要退冰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会预留一个空格。再来里面呢会放一些也是乳制品，比如说奶油跟优格之类的乳制品的部分，我们也是集中在冰箱的内部。然后我们再来看要煮的跟有限食的地方，鸡蛋它也是不太适合放在门片，我们会希望放在冰箱的内部，跟一些切过的青菜跟豆类的物品，我们会放在这个有限食的区域。那我们看到最下方就是蔬果区，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抽屉式的，然后延伸到上面这一层，都可以放置蔬果。基本上，如果蔬果想要保鲜的话，建议都还是有透明的塑胶袋，延长它的保鲜期。这边要特别一提的是，苹果的话，它会影响到其他水果催熟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利用保鲜袋把它隔绝出来。那门片部分 Paisley 做了哪些调整呢？门片的话，主要分成上下2层，上面是比较细碎，然后常用的食物，比如说这些酱包，那我们就是限制它在一个盒子之内，如果过满的话，就定期检视它有没有过期。这个家庭常常吃的，比如说益生菌啊等等，每天会拿的都会放在比较上层的地方，还有一些医药眼睛需要看得到的地方。那再来就是瓶瓶罐罐，比如说饮料、酱料都会放在第2层的地方。
那最后就会是干货区，因为干货它使用的频率没有那么高，那我们就是利用保鲜盒，可以让它堆叠，摆放的量可以增加，再加上它有密封的效果，也可以延长它的保鲜。最下面呢，也是一些比较不常用的，就是干货中药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把它换成透明的这种夹链袋，然后它可以站立起来。不过大家别忘了，需要把那个日期标在上面，才不会忘记它的期效。哇哦，冰箱整理完真的差好多啊！最后，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Paisley。想请问 Paisley 啊，常常看到整理师或日本主妇们都推荐使用日系冰箱收纳法，用很多收纳盒、夹链袋摆好摆满。为什么这个冰箱没有这样使用呢？我们先想一个问题哦，像我们看到的 IG 美图啊，它都会放置非常多的保鲜盒，但其实呢，他们是在做分装的动作。那个背景呢，是因为它1个礼拜只采买一次，所以它需要非常多的盒子来做分装。但是现实状况是因为这个屋主呢，他是外食族，很多食物他们的流动非常的快，一下进来之后呢，就马上食用完，所以这样的配置是比较符合现况屋主的使用。那为什么有些红白袋或塑胶袋有换成夹链袋或保鲜盒，有一些却没有换呢？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考虑到使用频率这件事情。像这边呢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，就是原本的袋子，但是其实它是要马上使用掉的。所以这时候，如果我们多一个动作去做换夹链袋的话呢，它其实有点多此一举，也不太好维持。那像这种干货呢，因为它拿出来的频率比较低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多一个动作把它分装呢，这样可以保存比较久，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，比较好找寻。谢谢 Paisley， 今天教了我们这么多。最后想请问 Paisley， 冰箱收纳完后，通常会建议屋主或委托人怎么保持冰箱干净整洁呢？会建议大家每周就是检视一次自己的冰箱，然后呢，固定采买的时候，可以先停下来想一想，就是我还有哪些食材，然后哪些买了过量，那每周定期养成这个习惯，就可以拥有一个清爽的冰箱。冰箱收纳的好坏与否，影响的不只是美观跟便利，也会与食材新鲜度和家人健康有关。冰箱管理等于食材管理，也等于健康管理，大家记住了吗？还想看哪个空间的收纳改造呢？欢迎留言给我们。亲爱的蛙粉们，下次见喽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籍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